好，那有21位朋友们问说，您曾经遇过最无理的事情是什么？当时是怎么处理的啊？包含自己的情绪啊。我当然遇过相当多无理的事情啊。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在当时就是口罩实名制的时候，那我在附近的药局，2月6号那一天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我就看到我附近的药局的药师在玻璃窗上面用 A4 纸贴了"不要相信 App"惊叹号，那个惊叹号自己一张 A4 纸，所以真的很大的字哦。那这个 App 是什么呢？就是口罩地图。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去协调这个台南的一些公民科技的这个领导者，好比像说我们吴展伟或者是江明宗，那他们当时不是做了一个我们在药局排口罩的时候，可以用手机就看到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买了几份口罩，所以就可以确保没有囤积啊，可以确保你不需要白排队啊等等的这些很棒的创意吗？那但是呢在此同时，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药师们也有另外一个社会创新，就是发号码牌。所以在一大早，就是大家去排队的时候，药师根本就没有过健保卡，他就一个一个发号码牌，一个一个健保卡收到柜台，然后告诉顾客说等你傍晚再回来拿口罩跟你的健保卡。那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口罩地图完全失灵了。因为他们是在中午午休的时候一张一张刷健保卡，所以你在口罩地图上看起来就是整个早上他一张都没有卖出去，中午全部卖光了，然后呢之后呢他就没有了，那看起来就很像药师在暗杠。那所以这个时候药师就这个很不高兴，因为他电话接到手软，所以呢他才贴了"不要相信 App" 惊叹号。所以我在这个踏入那个药局之前，我2月6号没有踏入那个药局哦。因为我一看到就觉得非常玻璃心，就是非常不舒服。那就是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做的这个创新，真的很不错。口罩地图，那他们也花了很多时间，就是发号码牌也很不错。但是这两个加起来就好像可乐放曼陀珠进去哦，就是都很好的东西，但是就爆炸。那所以那个爆炸的感觉真的很不舒服，而且尤其看到那几个大字哦，真的很不舒服。那但是呢，我回去就睡满了8个小时。睡眠品质没有很好，但是想办法睡满了8个小时。然后醒来之后呢，我就鼓足了勇气，深呼吸，把自己的玻璃心强化。然后呢，这个在药师看起来精神跟这个情绪没有那么不好的时间，大概下午他已经过卡过完了，然后我就鼓足勇气推门进去。然后呢，在他还没有来得及骂我之前，我就赶快买一些冬虫夏草、人参什么东西的。好，那这个我们这个伸手不打笑脸人，所以好，那但是当然他那个贴的那个大字还在，所以从我看起来不是对我个人无理，但是对于我们创作出的这一套社会创新，它真的就完全否定嘛。那所以呢，我在结账的时候就去问药师，那我一个很标准的问题就是，那如果你是唐凤的话，你要怎么做？就是因为我没办法了，所以你有什么办法？那所以呢，药师当然他其实脸色也没有很好，他就说那他们有一个群组啦，就是讨论号码牌那个群组，他回去问问看，我明天再来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又隔了1天又去，那我到了门口就发现那些 A4 纸拆掉了，但是我什么事都没有做，所以表示他们找出了解决方案，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所以我一进去，他就跟我说，好啦，我们昨天群组晚上有讨论出来，讨论出什么来呢？就是你们那个进销存系统啊，进了几片口罩，早上进200片，我要 key 200上去。有人发现前面可以放一个负号，放一个减号，也就是说，我号码牌发完的那一秒，我就说，那我进了负1000片口罩，我的库存就掉到负的了。那你们那个地图没有办法处理负数，所以说呢，我就从地图上消失了，所以就好像一个隐身斗篷一样。那然后呢，所以他就不怕这个 app 啦，因为他一旦这个发完了号码牌，他就赶快进负10000片口罩就可以了。这个已经接近那个白帽骇客的那个水准了，那就是成功的攻击了我们的系统。那但是我当时也没有面子问题，虽然对方说你不要跟指挥官说，那我就说好，我不会跟指挥官说。那但是要记得冲正，就是晚上睡前要记得挣10000片回来，不然隔天你还是就是没有办法卖口罩嘛。那他说好，那但是这个政委你要确定啊，健保署不会找我们算账 ，like literally 来算账啊。好，那我说确定。所以之后我就回去跟健保署的朋友讨论，我们讨论2件事，一个是说礼拜天要让药师能够休息，
那但是愿意开门的卖口罩的还是可以开，但是至少我们有一个铁门拉下来的按钮，那礼拜天大家铁门都拉下来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在每一天的任何一个时刻，他不需要去付1万片口罩，他也可以说，那我就像礼拜天，他不像礼拜六，他只卖半天，他礼拜六中午的时候按一下那个按钮，铁门就拉下来，就从口罩地图上消失。他如果是礼拜一、礼拜二，而他发号码牌，那他到早上9点半发完的时候，他按一下按钮，他就把铁门拉下来。所以健保署呢，其实你看没有否定这个因地制宜，我们反而是写一套系统，让他不用来骇入我们的系统，就可以去把铁门拉下来。那这个做完之后，这2个社会创新，那就完全没有问题，而且大家就发现说，你就不用这个白白排队了。那之后包含到超商啊，很多方式去舒缓了药局排队的人潮，药师也比较能够处理了。所以我的情绪在第一天就是那个玻璃心的情绪非常不舒服，然后心里扎满了玻璃。那我解决的方式就是回去就是睡好睡满。那醒来之后呢，我处理的方式，处理我的焦虑的方式，就是说我没办法了。如果你是唐凤，你要怎么办？就是一个非常虚心的一个情况。那第3个呢，当他真的想出一个办法，但是担心会被指挥官跟健保署算账的时候，那我就负起责任来，我就说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系统，让你不用承担风险。那所以呢，先省力，然后同时又安心。我想省力跟安心这2个共同价值一起照顾的时候，那就我自己的玻璃心也好，他的玻璃心也好，都不成问题，我们就非常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也不会把它当作是没有礼貌了。那真的要讲的话，后来的不管简讯实联制还是疫苗预约平台的那个冲突感，都没有口罩地图第一天上线的那个冲突感要来得高。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都能够调试了，那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。